大家好。在我最近不断推出的我的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之后陆陆续续也收到了很多关心自己牙齿健康，并且对一些牙科治疗项目深怀兴趣，但同时又有一些恐惧感的民众网友给我发来私信，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途径跟我联系让我稍稍有些意想不到，有些诧异的原本我以为大家应该对于让他们早得牙病、不得牙病的那些健康保健、自我预防以及到诊所去保养的方法会有兴趣谁知大家很多问题都集中在拔牙上面。也许是我前段时间分享的一位亲友，他的一位朋友人在海外遇到了一些拔除阻生齿的问题，来向我咨询。我也为他提供了符合一般医疗准则的建议最终他接收了他的全科牙医的建议，同时也是我的意见转往一位口腔颌面专科医生那边进行了阻生牙被拔断残留在牙槽骨里面断根的拔除手术结果非常的圆满，不仅拔除的过程顺利快捷，而且在整个的手术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痛楚。那我相信这位年轻的朋友吃一堑长一智，在之后如果要处理其他的智慧齿拔除这种情况的时候就知道不仅拔牙要找什么样的医生，并且也多少了解了全科牙医和专科牙医的转诊流程，以及在这样的一个医疗体系里面有两种的牙医，主要是管理你牙齿健康和常见病处置的全科牙医，也叫家庭牙医。还有一种就是站在全科牙医背后，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解决疑难杂症、处理复杂病症的专科牙医。那这种医疗的系统对于西方社会生活人们来讲司空见惯，而对于长期生活在计划医疗的国家的人们来讲，初来乍到西方的那种跟我们不一样的国家和地区去学习、去生活或者去工作，都会面临着要通过学习适应去改变自己固有的理念，包括医疗的体系，并且尽可能的去适应那样的体系。只有这样才会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让自己获得更多的健康管理，当然也包括牙齿的健康管理和日常保健，把那些可能出现的重大的牙病扼杀在摇篮之中。即便真的需要面对比较复杂的牙病的治疗，或者是复杂的牙科的治疗也能从容应对，利用西方的全科和专科的转诊体系，从而得到更贴切、更有效、更有品质的治疗。也因为分享了好几次关于拔牙的话题，结果又引来了一些朋友更深入的追问。比方说他们问到，既然拔牙有时候那么难，那是不是一定要找一位有力气的牙医，应该是找一位男医生，这样起码可以效率高一些。如果找一位身材娇小、长着一双纤纤玉手的女医生来操作的话，会不会因为在拔牙的过程当中力气不佳，结果不得不拖延时间？总之大家都希望拔牙需要一鼓作气，以快取胜越快拔除就越少痛苦。因为即便是拔牙的时候打了麻药拔的过程当中只会有麻麻的感觉，并不会感到疼痛。但是坐在那个牙椅上老实讲，大家都是如坐针毡，多坐1分钟都不愿意另外一个也是大家的好奇心提到的，问我拔牙都用些什么工具，是不是用的跟普通家里用的老火钳差不多一钳搞定。所以今天我就回应一下这两个大家问的比较多、比较感兴趣，同时其实有相当关联的问题，来给大家做一番讲解其实不仅是拔牙，任何一种治疗，包括我们大医疗当中的骨科面对那些粗壮的骨头，在做手术的时候也并非以力大取胜，而任何一门技术，尤其在人的身上、人的牙齿上、人的牙槽骨以及周围的组织上进行治疗的时候肯定不是用的暴力，谁力大谁就能取胜。甚至
跟力气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人的聪明才智，别说在医疗领域即便是在普通的生产领域，在生活当中，大家也早已学会了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我们小时候喜欢听大人讲一些充满智慧的故事，比方说我小时候对古代有一个小孩叫曹冲的人特别感兴趣，因为他能够准确地称出一头大象的体重。后来在上学以后又听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这种被我们中国人称为四两拨千斤的原理，其实呢就是杠杆原理。有科学家曾经有这样的豪言，你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而在我们牙科的诊疗过程当中，尤其是对于技艺娴熟的牙医们，他们在拔牙的过程当中用的最多的就是杠杆的原理，用一种巧劲，而绝非暴力，更不是拼谁的力气大，当然也要通过去除牙齿的阻挡。最常见的呢，就是对那些部分或者全部埋在牙槽骨内的智慧齿周围那些阻挡的牙槽骨，需要事先做一些清理和清除，就要找到充满着杠杆原理的拔牙的辅助的工具。其中用的最多的呢，绝非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对应各个部位牙齿的拔牙钳，而是一条条像螺丝批那样的长得尖尖细细扁扁的头部，而却有一个可以握在手心中的粗大的圆润的手把。这个工具正是我们牙医用的拔牙神器，被称之为牙挺。顾名思义呢，这个牙不是靠拔出，而是通过一种巧劲把它挺出，所以名字叫牙挺。那这样的牙挺当然也是品种齐全，位于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需要做成不同的形态，以便牙医呢在不同的拔牙的场合来使用。既然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一个小孩都可以撑起一头大象的重量，那么就不难理解，在方寸之间的口腔里面，牙医们运用高超的技术，掌握杠杆的技巧，通过微创的操作，就可以把任何难拔的牙齿顺利的拔除。那么其中对于牙医来讲，最关键的这一点，就是在利用这些杠杆原理制成的牙挺以及其他的拔牙的器械的时候，最紧要的就是能够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为拔牙的器械，尤其是为牙挺找到切实的支点，并且确保利用这样的支点在撬动旋转你的牙齿的时候，仅仅作用于被拔除的牙齿上，而绝不能传导到健康的邻牙上。而且在拔牙的过程当中，100%的要确保手势的正确，支点的稳固。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分享过一些拔牙过程当中出现的可怕的事故，其中就有牙医因为操作不当，或者根本没有找到合适的支点，在撬动牙齿的过程当中，光靠蛮力而非巧妙的杠杆原理，造成牙挺的滑落，刺伤周围的组织，严重的情况捅破血管，造成大出血，危及生命。这样的情况，这个医生手里拿的就不是一个治疗的工具，而是一把伤人的匕首。所以我们做医生受到的教育，首先都不是尽最大可能的去完成一个复杂的治疗，拔出一个难拔的牙齿，而心里头默念的永远都是怎么能够保护好病人，以病人的安全为第一考量。老实说，只有病人安全，医生才安全。没有人可以想象一个医生如何去面对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或者学艺不精发生医疗事故，对病人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的时候，他还怎么能够继续他的行医生涯？即便是他痛定思痛，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谨慎行事，但是他也很难获得良心的救赎，内心当中时不时会受到自我的谴责。所以说，一个医务工作者，他不仅要有良心，他不仅需要对他的病人保持热忱，同时更需要行医过程当中如履薄冰的谨慎，操作过程当中严格按照规程，更好的运用技巧，以确保自己的病人的生命安全。只有在这个前提底下获得的治疗效果，才会是一个满意的治疗结果。好了，今天呢，也就是回应网友的提问，对大家比较感兴趣的2个问题，
一个呢是拔牙是不是要找一位身强力壮的男医生，才能更有效的、更快捷的拔除那些难拔的牙齿。第二呢，也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牙医在拔牙过程当中使用的拔牙的器械。通过我的分享，把这两个问题呢就结合到了一块儿。去找牙医拔牙完全没有男女医生之分，更没有力气大小之别，而仅仅需要是在杠杆原理的基础上，通过使用拔牙的一些器械，用的最多的就是牙挺，进行技巧的操作，以最小的创伤来达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不仅把该拔的牙齿顺利的拔除，而更要紧的是要做足对邻牙以及周围组织的保护，绝对不能伤及邻牙和周围的组织，这是拔牙的重中之重。那今天的牙医说电齿时尚专栏就讲到这里，希望得到大家更多的反馈。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